结果。他们已经做了6年以上，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些咸的，配那个白粥啊什么之类的。大概100斤，螃蟹的话50斤，就几个小时就卖完了。12点半来这里，我就拼命的播了。于昭龙卖的是当地称作干腌的虾蟹，是陆丰特有的吃法。游子归乡，友人相聚，节日庆典，陆丰人都要来上一盘，稀溜有声，滋滋有味。干腌美味，制作却很简单。汕尾陆丰东海镇海产丰富，多达140多种。每年秋季开渔之后，各种渔货都在这里的海鲜批发市场打包，发往全国各地。每天早上，于昭龙都要到这里来转转。今天的鱼比较新鲜哦。要7个行情好不好？我改啊，我改过去。于昭龙要买的是潮汕人称为3木蟹的红心梭子蟹。母蟹很少，有高的很少，都是没有高的，像这样子的。然后你这要有高要看这里嘛，这边就比较漂亮。就这样一个3字红色的就有。今天螃蟹比较少，买了3家才100多斤。我等你我带过来了，好。东海镇乌坎村是海边的小渔村，渔民们早上天没亮就出海捕鱼了，中午时分靠岸回家。12点不到，于昭龙就来到海边，等待渔民们归航。有没有虾菇？大家行那个是不是啊？那就全都买了吧。琵琶虾，也称虾菇、赖尿虾，分布广泛，资源丰富。虾菇肉质含水分较多，肉味鲜甜嫩滑，淡而柔软。高肥肉嫩的鲜活虾菇是于昭龙制作上等干腌的首选。我要挑那个有膏的，个头要差不多一样大，太小了也不好。那膏越大，干腌起来里面的腥气比较大，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会张牙了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说，那老人吃的话，那牙都会把它粘掉了。这个膏就比较饱满，做干腌的话就最好。生腌的话，腥味比较大嘛。潮汕地区有文吃汕头，武吃汕尾之说。汕头人喜欢用各种调料混合腌制海鲜，保留原味，称为生腌。腌制比较讲究，视为文吃。汕尾人只用海盐腌制海鲜，称为干腌。腌制手法简单粗暴，视为武吃。干腌用重盐保存营养，压制腥味儿。文吃也好，武吃也罢，虾蟹鲜活最为重要。小鱼腥就好了，盐度够了，够咸。清洗好的时候用这个咸水倒下去，越咸的话，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好。半个小时就可以捞起来钓干。腌制虾蟹看似简单，主要是把握盐水的咸度以及浸泡的时间。刚开始是沉在底下的嘛，现在是咸水泡下去，那个肉就会收缩，然后那里面有空气嘛，就会浮上来，那证明这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捞起虾蟹，沥干盐水，再撒上海盐，剩余的就交给时间了。撒点盐上去是为了是收缩那个水分，然后它那个肉就还会紧实。干腌时，海盐溶解需吸收热量，能降低虾蟹体表温度，抑制细菌滋生，方便储藏之余还能保持营养成分。
腌制好的螃蟹去鳃除味，剪开装盘即可食用。而虾菇、鱼招龙需要进一步处理，才会拿到市场上售卖。这样子就方便嘛，而且很多人都不懂怎么包，都很容易扎到手。这个虾呢，总共有5节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不管多大多小，都是5个节。按在这里，轻轻的从这里一包5个一起来，然后这样子撕开，然后在这个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很早就出外打工，进工厂做鞋，摆地摊卖服装，做走鬼。于招龙最后选择回家制作干腌。是不是哪一个年轻的20多岁就愿意待在这个市场呢？就是有老婆有小孩要养，没办法，不是我，是我多捐钱，那我是必须捐钱，因为我没得吃的。干腌的虾蟹介于生与熟之间，在海盐的作用下，肉质变得紧实。红色的膏点缀白色的肉，似美人红唇，惊鸿一瞥。吃干腌，只需吮吸一口，咸鲜充盈口腔。加入豉油、醋、辣椒、蒜粒，味觉体验更加丰富。生腌刚猛，干腌温厚，以其生熟难辨的味觉体验独步老广餐桌。生与熟只是手段，追求原味才是老广的初心。面对海洋的馈赠，老广从不墨守成规，有时甚至敢于一口生吞大海的味道。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是位于惠州的一个港口。廖素群5年前考取潜水长资格，在惠州担任潜水助教。工作之余，他会和朋友们一起下水，观察近海珊瑚等生物的变化，推广珊瑚普查技术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鹿角珊瑚的，过了1、2个月，你再下去，可能鹿角珊瑚不见了。因为水温升高的话，会导致珊瑚白化的，还是被船锚破坏啦，还是被盗采了，我们都可以去了解。下到去的话，在做记录的时候要小心那个海胆，不要被那个海胆吃到就好。海胆约有1000多种，生存在浅海海底。吸收海洋精华的海胆黄富含蛋白质。丰富的橙味氨基酸带来的独特鲜味儿，使其深受各国食客的追捧。它是食客的佳肴，但也是潜水者的噩梦。潜水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，潜水员在水底不能捕捞，甚至触摸任何海洋生物。所以在每次下水之前，廖素群总是不忘提醒各位前伴。交叉脚，下水之后跟人家打个 OK 哈。好，1、2、3。双月湾水质良好，海底珊瑚种类丰富，影响珊瑚生长的因素很多，海胆的数量就是其中之一。珊瑚礁里面，如果海胆的数量越来越多的话，它会覆盖珊瑚，然后会遮挡一些阳光啊，然后会影响珊瑚的生长。
在广东海域，要维持生态平衡，控制海胆数量，只能依靠渔民。7月正是捕捞的好季节。我見到呢一片海域都下邊都好多珊瑚喎。你哋撈海，你哋用咩撈㗎？啊，即係用呢個鈎咯。用呢個，咁咪會傷害到啲珊瑚咯？哦，唔會嘅，㗎？唔會嘅。咁會唔會撈到冇晒㗎？呢啲唔會嘅，佢撈落去仲會生嘅。就會生翻㗎，嗬。係啊。跟廖素群聊天的这位是当地的渔民，叫黄凤义。黄凤义10来岁就学会了潜水捞海胆，他捞的海胆外皮呈紫黑色，学名叫中间球海胆或者紫海胆。海胆肉生吃口感润滑，唇齿舌尖触感奇妙，滋味涌动。嗰啲海膽好甜啊！嗰啲肉，因為海膽食好多嗰啲海草啊。生吃海胆，追求的便是食材原味，这是老广体验生鲜的极致。处理海胆需要高超手艺，在大海中讨生活，黄凤义是个中高手。哇，这个海胆很肥哦！你看那个膏全部都爆膏了。是5月份、6月份的时候是海胆最肥的时候了。开海胆不要这么大力给它开，开下去不平均的时候会破坏那个肉，它就会走高的。海胆破壳后，露出排列规则的5片橙色生殖线，这就是食客最爱的海胆黄。海胆黄美味，但保鲜期很短。黄凤义的保鲜秘诀简单直接，用海水来泡，它不会走那个膏嘛；用碳水，它会走膏的，味道也不一样哦。放冰箱去就放很久都可以。爸爸，我了。我给，爸爸给，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海胆那个肠子啊，跟它挑出来啊，都连着那个肉嘛。处理海胆黄是个精细活儿，一家3口忙碌了3个小时，才整理出2斤海胆黄。忙碌了一天，终于到了享用成果的时刻。海胆炒饭是当地人的最爱，海胆肉下油锅煎至半分熟，加入鸡蛋同炒，蛋液凝固，香气氤氲之际，倒入米饭。海胆肉散成颗粒，或3、5聚集，或7、8成团，白色泛粒夹杂焦黄，色彩跳跃，煞是好看，让最普通的米饭完成惊艳升级。黄凤义擅长海胆蒸饭，取鲜活海胆，剪去尖刺，开口去杂，塞入米饭，上笼熏蒸，10分钟即可出锅。稻香与海鲜2种原味相逢于后厨。遵循原味，所以驾驭生熟从不墨守成规，这是老广料理食材的自信。海胆浓缩了海的精华，莲藕则吸取湖之灵气。生吃或熟做，完全是2种不同的口味。32岁的年轻女性，第一胎哈，那主要就是产后这个初乳到现在还没出。刘玉梅
是吧？嗯，你好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是根据你情况，我们就推荐一个缺乳汤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广州南沙区万顷沙镇，濒临珠江出海口、咸淡水交界，泥层肥厚，水稻纵横交错，非常适合种植莲藕。尤华志是营养科医生，负责住院病人的膳食设计。万顷沙是他的食材宝库。新垦莲藕藕节短粗，表皮偏黄，一般都有4节以上，长度可达50厘米，肥大丰满，味道松糯。节气与味道如何相得益彰，暗藏新垦人的种藕秘诀。每年11月至来年2月，藕塘里是淡盐水，其余月份则是淡水。尤华志决定用咸淡水滋养出来的新垦莲藕作为病人的餐单主角。这个多少钱一斤？这3块5。莲藕最粉的就中秋以后到过年这段时间了嘛，这些就漂亮了，这圆圆肥肥的，比较均匀一点的。带啥？好，几个？来。用营养的标准，面对生熟，尤华志经常去到市场挑选。伊德路是他最常去的地方。哎，老板有没有章鱼干买？这个章鱼干是70块1斤，这个是羊血炊鱼的嘛，都可以尝一下。我买一点吧，好吧？好的。章鱼干泡水去除盐分，莲藕切块，水滚加入食材，煲1小时，莲藕章鱼猪手花生汤就大功告成了。汤色暗红，香味浓郁。章鱼干中的鲜味物质得到释放，让猪手的脂肪分解，肉质软糯。这是大病初愈的滋补佳品。寒冷的冬季，喝上一口鲜美的热汤，暖身又暖心。莲藕切成镰刀片，将肉剁碎，塞到藕片之间。藕片裹于面糊，放入油锅炸至两面金黄，这就是家常菜藕夹。外表金黄，外焦里嫩，用酥脆的莲藕衬托软糯的肉末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莲藕不过是素常之物，然而老广让朴素的莲藕在滚汤之中发挥了滋养的功效。生与熟需要温度的变化，在客家人的味觉系统中，生熟的味道变迁全靠日升日落的往复循环。每年11月稻谷收完之后，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就在地里种上芥菜，冬至前后恰逢芥菜将老未老之际，才是炮制口味的窗口期。这里60多亩的梅菜，这菜叶叶边转金黄色了，就可以收采了。再黄的话就老了点就不好了。趁着天气晴朗，钟琴生一大早就来到梅县松原镇五星村收菜。今年气候很好，水分也很足，那个菜长得很高的，你看，大概都有90公分，甜甜的，有点辣。最大的、最壮的就可能有7、8斤了一根，普通大概是5斤左右吧。天时地利，风调雨顺，芥菜自然长得水灵。梅菜在客地有近400年的种植历史，交织在客家人的厨房，
造就只有妈妈才会做的味道。山间平原，土地肥沃，这是钟琴生炮制妈妈味道的试验田。客家人每家每户都有种梅菜的那个习惯，种这个菜啊，是客家人勤劳的象征啊。家里不够这个菜吃的话，好像不好意思。一握梅菜代表客家人的情感世界，餐桌的刚需让钟琴生不敢怠慢。刚刚收割的芥菜晾晒是功败垂成的关键。这菜已经晒了2天了，你看这很软身了。1亩地，这个生的是5000斤左右，制作成梅菜干的话，大概是500斤。一亩田1个多月，能够收获3000多块钱吧。颜色是制作梅菜的视觉指标。暴晒后凋萎的芥菜入滚水，色泽开始第1次转换。它让那个菜转成那个青绿色的，烫熟了还晒得干，晒的时候还容易脱水。太熟的话，晾晒的时候那个颜色没那么金黄，不好。烫好的芥菜需要入缸发酵1晚，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形成独特的香味儿，然后再经历阳光的洗礼。经过1个晚上的发酵，现在就变颜色金黄色。这样晾晒大概要4到5天。这梅菜我们客家人又叫长菜，长长久久，常年都有。在阳光、空气共同作用之下，菜叶儿即将干透之时，钟琴生把它放进蒸笼，开始蒸煮。再放上蒸呢，可以转化那个糖，蒸个大概1个多小时。好香的，还有蜜味的，这是我们客家人几百年的智慧得出来的产品。从生熟之间到全熟，糖分完全释放，颜色转为棕黄，油光发亮之时，也是芥菜改名梅菜的时候。这个蒸好的梅菜摊开晾晒，大概3天时间，把它一折能够折断，那个就干了，这整个梅菜的制作过程就完成了。简单的事情最难做，常见的食物最考人。细节是钟琴生征服客家人胃口的唯一途径。老的根啊，要把它剪掉，是很硬的，这个吃不了的。它里面有杂物的什么东西，要把它选出来。现在我们每年大概收购12万斤吧。好年份就有好收成，钟琴生的合作社迎来大丰收。合作社刚成立时是做柚子的深加工，做梅菜生意是从06年才开始的。这种长条的梅菜是送到东南亚一带，那里很多我们客家华人，他们喜欢这个长条的，长长久久，一种好兆头啊。在客家人的餐桌上，梅菜不只是一种菜，是客家人执拗在碗筷中的家园记忆。你先出去哈，我妈妈哈，我看陪哈，乖乖的哈。好，爸爸，回家爸爸。礼孝为本，耕读传家。钟琴生回老家孝敬父母高堂，亲自下厨还原妈妈当年的手艺。梅菜切小段儿，五花肉蒸熟，炸透肉皮，切厚片，
与梅菜、姜蒜同炒，肉片摆盘，撒上梅菜，入锅蒸40分钟。著名的梅菜扣肉就做好了。蒸熟的梅菜吸收猪肉脂肪，颜色从棕黄转为乌黑。五花肉因为梅菜减去油腻，变得爽口。古铜色泽，饥渴透光，菜与肉相互携手，成就佳话。梅菜炒饭是客家人勤俭持家的代表作。梅菜与米饭、蒜末下锅同炒，加入少许葱花，翻炒出锅。梅菜和米饭虽然颜色、味道绝不混杂，但在口腔内能撞击出别样风情。南方湿热，秋冬适宜温补，椰子凭着清润甘平功效，在老广的餐桌上占据一席之地。椰子多数来自琼州海峡对岸，海南种植椰子的历史有2000多年。文昌近10000亩的椰林，撑起海南椰林的半壁江山。自古有文昌椰子半海南的说法。椰林在游客眼中是南国风景，而对文昌人来说是生活的依靠。这个树大概15米这样子，算矮的了。椰树通常有15到30米高，可以存活70到80年。对从小就爬树的福继瑞来说，爬树采椰绝不轻巧，既是苦活累活，更是技术活。椰叶太密了，很难入刀。下来了。好累啊，腿太抖啊，位置太高了，那个满身都是汗。还有蚂蚁咬啊，上面蚂蚁咬，哎，刚才进了眼睛。难受死了！哎呦，这个有4、50斤了吧？好重，我的头啊！刚刚摘下的椰子，傅继瑞会按照不同的成熟阶段来分类。这蒜拿来搞那个清补凉，这蒜只能拿来喝水，吃椰肉。就听到椰水在那里摇晃的响声，就说明它老了嘛。老的椰核就比较厚一点，然后加上它比较圆，圆的话就可以雕得漂亮一点。福继瑞虽然年龄不算大，但从事过多种工作，最终于3年前回到家乡，跟着师傅学习椰雕技艺，以完成自己少年时的梦想。以前看人家搞房子的木工师傅，然后雕那些镂空雕啊，还有那些装饰雕，感觉它雕出来蛮有成就感的。在外人眼中，椰子是水果，唯有生食一条途径。吃椰肉、喝椰汁，哪怕雕椰壳，都与厨房烟火无关。而对于文昌人来说，椰子才是刨除主角，味觉源头。我准备出海捕一点小鱼，然后用椰子油来煎，那小鱼挺好吃的。
2斤这样子，没有什么，人家抓太多了，我们来太晚了，所以就这么点。鱼种比较多，能抓到什么就什么。这鱼刺啊有毒的，这扎到是有些人不是会过敏的那种。靠海吃海并不稀奇，但背靠椰林面朝大海的文昌人，却可以用一勺椰油调配独到的海洋味道。在椰肉中榨出的椰子油清澈透亮，散发出淡淡的椰香。用椰油煎炸海鱼，焦香中带有甜味儿，无需调味儿，极为佳品。在文昌，吃椰肉长大的文昌鸡闻名中外。福继瑞把嫩椰子流汁，取肉，切块，透明的椰汁与乳白的椰肉一起煮至水滚，放入鸡块，不放任何调料，水汽弥漫，混杂椰子的清甜，鸡肉的鲜香。椰子煮鸡，不管炖煮多久，始终保持汤甜鸡嫩。这种老椰子发了芽的，基本的养分都在椰肉里面了，这个椰奶就比较足，然后做椰子饭也比较香。即便发芽的老椰子失去水果生吃的价值，也被文昌人乾坤挪移，生熟转换，与一捧大米结合，独占味道鳌头。这个椰子可以了，很干净了。这里是飞芽，是椰子纯属营养的地方，椰奶就好浓啊。老椰子椰肉厚实，用专用工具刨丝，加入热水浸泡，再用布袋挤压榨汁。椰子水与蒜末一起煮开，放白米煮熟，椰子的清甜，蒜头的辛辣，米饭的醇香，共冶一炉。海南椰子饭用最简单的方式凝聚最丰富的味道。椰子从水果变成了食粮，生与熟看似是食物的两种存在形态，不同味觉体验，却蕴含因地制宜的生存经验，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。